17200转啊，快哦，快哦，太快哦。 哟，靓仔们，听说每一个男人都有食欲的梦哦，但是如果不喜欢 CVT， 又买不到 FK8、FL5， 本田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哦 ，Honda Fit RS。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我们升隔壁有位车主 Denter， 你好，之前他 PM 我的 IG 很久了，他问过我要不要买 Civic 这样的话题是吗？然后我也忘记我回答什么了，还是那句话了，他什么都好，就是因为是 CVT 罢了。到最后他也没有去做选择买那辆车，然后去买了 Fit RS。 为什么你会选择买它？第一点就是手摇咯，第二个就是 Spare 跟 Civic 比起来呢 ，Spare part 那些像胎压、rim 那些会更加便宜一点。这也是省钱啊。如果是讲要再加人，后面也是可以坐得下的。Compact 跟 ZX33的话，这辆也是蛮大一下的。加它的后面椅子也是有那个 Magic Seat 的。有。哇，这个我是喜欢的 Magic Seat， 你要去载花盆啊、载狗啊，完全没有问题的。对。你买了这辆车回来是多久了？买了3个月吧。这辆车 manufacture 2019在日本，然后应该是2020、2021降进来的。这辆车的生产其实从2013到2020最尾期了的。现在第4代的 Fit 呢就 sorry 了，没有手动挡了的，都要买了 EHEV 或者是 NA 的吧，没有错的话。如果还想要玩manual的话，这样 Fit RS 不错的咯。这是一个代号为 GK5 的 Honda Fit RS 第3代的啦，我们也叫最后一期。后期的款式多个方面有提升啊，特别是外观、安全配置，还有一些部分的内饰细节。在我这个频道呢，之前有试驾过一个新加坡车，它也是 Fit RS。听留言说呢，它也不是完整的 Fit RS， 它有很多东西没有，有一些配置没有啦。听讲是这样说啦。可是呢，你会看到这个最尾期的 Fit RS 不同就是在于它的头灯是一组全 LED 的头灯，带一个日行灯这样子。Bumper 呢就比较凸出来，有一点像 FK8 那种感觉。后面呢就是感觉上看起来差不多，没有太大分别。据说这个玻璃也是要找Half-Guard找不到的，有带加热那种可以防雾，这是本地版没有的。还有这个本地版也没有的 Wiper 加热，让它的这个下雪的时候可以融掉。据说韦德也重新设计过了新的仪表盘，还有颜色组合啦，里面类似像 carbon fiber 的这个材质，还有一些红色的饰板。之前我拍的那个呢都没有 ACC 跟车，最尾期的加上了全套的 ACC 的智能辅助系统。引擎的动力数据不变，它可以提供6速手排，还有 CVT 的选择。我们来说一下车主改了什么啦。第一个就是改了这个 adjustable 啦，是来自于 BC V1 轮胎呢是换了这个 V2 V02R 的轮胎，尺寸为205/45R 16寸，所以原装来也是16寸，是185的哈原装，所以这次升级到205，提高它的抓地力还有操控性，还是原装的卡钳哦 ，Single Board 的啦 ，TE37哈 ，Race 大概为1根手指的高度，后面也是降为大概也是1根手指，后面轮胎也是一样205的，刹车卡钳 Single Board 的，这是它的车钥匙，哎呦 ，OK 不？诶，蓝色的哦，之前好像都没有看过嘞，这辆车有 Walk Away Lock， 只要我的钥匙离开它的话呢，它都会锁门的。Honda 的钥匙还是我说过的，非常的扎实，每一个 button 按下去跟它的握感是非常的好的。内饰呢就不多说了哈，还是一样有 Magic Seat。Yes， 很方便，它的空间无可否认是非常的宽敞，而且椅背还可以做倾倒。这个 Jet 相信大家在我那个频道也看过好几次了。然后这张椅子呢也换了这个 SS Cast 的 Semi Bucket Seat， 很新哦。朋友送的哈，有没有多一点这样的朋友介绍给我一下？那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这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OK， 然后还有一个传统手刹，手动挡啊，各位，6速的。换挡是非常的清晰。哎呀，这个跟Type R一样，5号档是进不了的哈。
在没有着车的时候。然后这里有一个 Auto Start Stop， 但是车主已经 bypass 了的了哈。这个 Start button 在这边亮起了白白灯，叫我唤醒它。哎呦，满满的日本字啊，不是会自动弹起一点点的哦。就是你关掉，这个特别是这个相机是可以的，就调那个角度是吗？就我不知道将来就过来就这个的话就可以遮掉那个太阳。对咯，这个是我们日本机的好处。Kenwood 也是可以这样子做，这是0咯。啊 ，yes， 哎呦，很帅耶，这样子，你不觉得吗？一start车的时候有这个仪式感，冷气还是一样是 touch 的。还有一个就是它冷气那边，你看到这个，可能是像那种空气净化这样啊，对。哦，所以是它是 auto 的哦，有的调开关的哦。这个仪表就比较不一样啦。你看到 RPM meter 是在左边，而且是电子。很多声音，没有踩，没有这样的声音的哦。是不是你朋友教你改的 ？Yes， 也是他教的。要像烂仔这样是吗？烂仔，虽然是很方便的，是拉进来的。刚才是16啊。哇，很省呢。脚不重吧？就大概是这样而已咯。没有了咯，时速180，而且日本车有 speed cut 的，这辆车 remap 过了就没有了。都还有 lane keep assist 啊，跟车系统，还有一个大大的自备夹。哎呦，这个是啥？断电吗？这个应该是大镜的。我们打开一下引擎盖 ，RS 呢就给 aluminium pedals 啦。打开头灯还是 light。日本款的话，特别是有这个这是什么？点焊的。不是点焊，是比较看起来比较扎实的感觉，虽然感觉差别不大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小细节？就注意看一下。这一副引擎呢是来自一个代号为 L15B 的一具1.5公升的自然吸气4缸引擎，最大马力可以产生132 PS， 还有155个牛顿米的扭力，压缩比为11:5，再配上这个手动挡的6速的变速箱，前驱在 dyno 上面呢，原本的马力拉出来是132，也是吗？电动。哇，所以它的数据是 on wheel 的哦。经过 remap 之后啊，现在马力拉出来是138匹，现在只是改了一个 drop-in air filter， 还有 full exhaust system， 据说改了这 open port air filter， 还有 intake manifold， 可能可以上更大的马力。之前有看到人家换那个这个 manifold， 然后可以上到100气。L15B 上100气哇，很少见。就换这个还有 intake 吧，这2个，然后再加买 tune 啊那些100气是可以。有些人把马来西亚版的 L15Z， 然后 CVT 改成这个 L15B 的话，马力好像也没有拿这样漂亮是吗？也是朋友讲，可能 wiring 那边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日本的跟马来西亚的就可能不一样，在 wiring 那方面，所以就拉出来不会到这样高，也是有可能。138匹 on wheel 哦，扭力大概160多，应该很好玩。我喜欢就是它这个，之前那个是 3D 的，这个是因为它有那个 ACC 跟车啊，所以它的 logo 是平面的。的确 GK5 的玩家也不少，它肯定有它的好玩啊。那我们话不多说，去试驾 ，Let's go！ 一踩就踩到底哦，那个 clutch。熟悉一下。OK 了。哎呀 ，easy 了哦，这个。哇，我最记得啊，我其实前几天我驾了一个 Satya 300匹的 turbo 那个，真的很难驾。300匹啊。因为它有 LSD full lock 啊，它一转个弯呢就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第二点就是，你一踩大油的时候，它一直要往旁边飞啊，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啊，就变成那个车会这样太大马力了。然后呢，它又加上有 dog steer， 哎呦，哇哦，这个声音可以哦，一换牙。1号牙，等下你0到100，你可以看看就是7000转，然后2号牙拉到断油，3号牙断油。还是有那个叭叭叭那个声音啊？那就这样，感觉上那个 FK8那种感觉咯。像我们今天车上坐3个人呢，嘿嘿。真的没有什么压力的这个车，很轻松。那如果你要用什么来形容，好像可以加它日本 MyV 嘛，啊，容易上手啊这个车。如果给新手驾，真的很好。对，像我这样新手。对，那个油门啊，全部方向盘都很轻啊。如果你要我挑剔一个缺点的话呢，就是 GK 的感觉它 steering 比较电子化咯，没有什么 feel 这样子，我可以这样子讲。很松松的感觉。好像没有 feedback 这样啊。我之前驾那个 CVT 的拆孔道湾，我相信你看过的。CVT 的拆孔道湾很潮的，那个也是很快一下那个。那个真的是我在驾的时候，我只能讲它的 steering wheel， 其他都反应啊很灵敏啊，什么力水都很好啊。其实，这 GK 配上 CVT 真的是一个 hack 哎。
它真的很快。如果是auto 的那个 Fit RS 啊，目前还没有 review 过是吧？没有哦，也是 L15B， 可是是配上 CVT 噻。DCT。故意耶。DCT。如果是 normal 的就 CVT。啊，对 ，hybrid 的是 DCT。有一点不习惯，它的 brake 要踩很深哦。可能是 pedal 高的关系，因为有加高那个 pedal。啊，你全部加高，还是 brake 那个油门不了，油门加高。哦，要不然它会比较偏低是吗？OK。因为之前有跑下10磅，然后就加高。哇，你这辆车已经下了10磅了啦，这么快，开包了。这个 Lane Keep Assist 这个是按来。你要按这个面键再减。哦，现在是 set 了吗？你是说 set 那个时速吗？等下我试一下啊。我没有驾过美诺车有这个 ACC 跟车嘞。Main， 然后按 set。现在是 set 在81 km/h 哈。最高可以上到115吧。有 limit 啊。然后这个是按来给 Lane Keep Assist。interesting man。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敢 try， 因为有时候它会可能晚上的关系，会吃过去。哦它看不到线哈，有时候下雨天的时候更死哦。Yes。叫你拉回去哦。那说法也是很什么的，很顺一下的。你把跟车放在最近哦，可以。我把它调远一点啊。吓到啊！我有一点怕。OK， 然后我再OK， 我好奇一个就是，它是15还是30以上才可以。OK。然后你free gear 它应该是 cancel 了，你换牙的时候。不然就是你驾车highway的时候啊，像刚刚路嘛，像要走远途的话，驾车highway像比如讲5号牙要上6号牙的时候，它会叫你换的那边弹出来，这样只需要踩 clutch 搞定了。比较容易驾还是这个 Swiss Sport 因为它的油门没有这样 direct 啊。Swiss Sport ZX33啊，它会有一点 lag 一点点。这个车还比较 direct 的。如果原装赌原装哦 ，ZX33的 steering 的回馈会好一点。然后其实车身都很灵敏的，两个都很厉害的，其实。然后你讲沥水肯定得不了啊，没有得讲啊。可是这个声音很像 FK8啊。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它的 droning 声。这个 exhaust 改了很多次了。custom 的啦哈。那么在 CDX exhaust 上面做。哦。有一个 baby muffler 抄那个叫什么？FK8。买不起 FK8。这个是 FK5，GK5 变 FK5。哇，那个声音。哇，凶哦！可是凶的来有力气不同哦 ，free gear 啊，没有了。怎么它的油门？还可以换牙的嘞！可以换牙的嘞！啊，它给你一点时间，它 hold 着那个油。OK， 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这是一个 facelift 的 GK5 RS Fit RS。AC off。Sport 这个 FK8 声音。哇，那个1号牙进不到，刚刚卡着。你要叫7200转啊！快哦，太快哦！
那力是不错哎，不错哎，明显比我之前那个有力了嘞。哦，sorry， 按到那个我气，比我之前驾新加坡的车比较有力一点嘞。电过的关系。Nice。NA 也可以很好玩，这种声音就是好听。德波车它的高转就不会有这样的声音了，那种炸的声音啊，哇，这个热血。小 V 带。是哦，小 V 带。换了一个 steering， 我觉得会比较什么呢？比较有感觉一点。小一点是吧？啊，小力一点 ，sensitive 一点。可是你的button 要重组过了，做一个膜出来在下面了。一模蛋。嘿嘿嘿，一不留神。4000转，都不到58油门，哪去啊？它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时速哦，很3D嘞，这个是我拍不出来的。凹进里面的。它好像那个60、80那些一只一只那个是凸出来的，好像。120过弯。哦。轻松哦，没有车轻的那种感觉，没有屁股。重一点就好玩了。是咯，那我就有时候抓不住那个弯要这样。真的是要开窗听声音的，一路上 VTEC 的声音。我还以为下雨。哇，我期待也是加 KSA 的，这种这样轻的车身。会推头啊，我觉得拉可能有 LSD 应该还好吧？可能。这个 clutch 很像 Swiss Sport， 也是要这样高的，很日本的 feel， 都是要这样高，又轻轻的哦，没有什么感觉的哦。所以你来 daily drive 我都觉得没有问题啊。轻跑加一点。跑了。哇，这个很瘦，没有吃饭呢。你去抱那个电，去抱那个电是吗？你看前面那只，他跑去抱那个电啊，就不懂要怎么了。